这里是B00AKA 这个观察家 AKA 淘气公司 AKA 行走的猫薄荷。今天呢，我们要讲那个 D、那个 I、那个 Y。因为回来台湾之后呢，不小心发生了一个车祸，然后呢就开始修车，然后保养，那拍了一些自己动手来的一些影片。可能是因为拍了这些影片之后呢，我的频道上也开始了很多关于自己动手拆摩托车、自己换油之类的影片。可能他们的标题都是什么省钱啦，或者是车行怎么样啊，原来怎么样啊，诸如此类。那我之前也拍过类似的，在很多年前换来了许多的到站。可能我那时候真的拍得很烂，或者是说都是被一些机车行按到站的。好，没关系，那个都不是重点。好，我们今天要回归到主题，就是 DIY 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自己来讲啊，我自己动手拆我的车，我做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可以更了解我的车况，然后呢，在这个拆的过程中呢，我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机械的常识，然后呢，在这个拆装的过程中呢，得到快乐，成就感，这是我的目的。就像小时候在玩轨道车、遥控车一样，当个玩具在玩它。如果说呢，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你的目的是为了想要省钱啊，我可以劝你，就不要了，因为呢，做这件事情呢，绝对不会省钱的。当然也不是完全这样说，你可能可以省到一点的钱，但是呢，在这过程中，你的投入，不论是你的设备的购买，或者是你花费的时间、花费的精力，我觉得是远远超出你想要省的那些钱。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应该有看过影片就知道，我上一次呢，把我自己的轮胎换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去买轮胎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买完 TT93之后呢，我把钱给了店家，他其实本身也是间机车行啊，那他也是有帮人家换轮胎的这个服务。然后我把钱给完之后，他叫我等一下，我想说是要等什么啊？不就轮胎给我不就好了嘛，我就可以走了。然后我大概等了10分钟之后呢，奇怪，怎么他们店内的那个技师坐在了我的车上，在牵我的车了？我想想，不对啊。我没有要给他换啊，然后呢，他说原来你没有要换，你是要带走是不是？我说对，最后呢，他要退了我150块，150块啊。我们不论轮胎价格多少，我现在就默认他帮我换轮胎的工钱就收150。当然啦，有可能根据你车型的不同像我这个 VJR 后面是双避震的，那它拆的东西比较多那它可能工时比较高。那如果说你是单避震车型，可能100或多少，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因为我也没有给人家换过。如果说你有看过那一部影片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换这个轮胎你要拆多少东西有多么麻烦。店家他在施工的过程中，他有专业的手工具，然后还有拆胎机，再加上他们可能每天换，熟练度我觉得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经验，你又是第一次来，你可能要花2个小时、3个小时。那你觉得这3个小时的时间用150去换值不值得？如果说你觉得值得，那就值得。如果站在比较经济的角度来讲，其实你就光换轮胎这件事情，你 DIY 你就划不来，因为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而且你还不一定弄得好。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是为了想要省钱，以省钱为出发点来做 DIY 的话，那我觉得是不建议的。跟另外一种角度，你今天去弄你的车子，你是希望对机械的东西有更多的认识，对你的爱车的车况有更加的了解或者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到快乐，那我觉得可以考虑尝试做这件事情。第二类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有爱车被拆坏或者是修坏的经验，还是他觉得说看那样子很简单自己来也行其实不是等你拿上了工具，拆下第一颗螺丝之后，后续的问题就来了。看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有些事情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讲真的，如果说你是发生类似的事件，那我建议你也不要搞了你就换一个可以信任、良好的店家，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然后店家的部分的话因为最近频道也推送了蛮多这种可能是店家或是自己做的一些影片，那我当然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一下人家拍摄的手法啦，或是施工的流程有没有值得我学习，或是我觉得好的地方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的目的呢是希望大家可以更重视自己的车况，
注意行车的安全。这让我想到呢，我前几天呢在看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个一样也是在做维修，那这个应该是店家，他做了一件事情 ，respect， 为什么 respect？ 他做了一件事情呢，我非常认同。他锁卸油螺丝的时候，他是用扭力扳手锁的。我不知道你们去外面摩托车换机油的时候，有没有人锁卸油螺丝是用扭力扳手？哦，我自己换的时候，我拍的时候我是用扭力扳手锁的。那下面就有不太正面的留言啦，就是说啊，店家在作秀啦，哦，平常去的都没有哦。那我先讲啊。这不是店家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去的那家店家的问题。雅马哈的保养手册里面都有告诉你卸油螺丝的扭矩值是多少，那表示什么？就是要让你锁的嘛。火星塞的也给你了嘛，那就表示说这个东西是要上扭力的嘛，需要用扭力扳手去测量到底有没有上到规定的数值嘛，没有错吧，对不对？而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做，然后其他人不做，变成他不对，他在做对的事情呢，他对待客人的车的态度是对的而不是说有一些真的在乱搞为什么会有人去批评店家不对？他在做对的事情啊。OK， 那他的收费可能很高，但是人家有没有做出那个价值？有吗？你看他在施工的过程，每个细节都非常的仔细。就光他会拿扭力扳手锁卸油螺丝这点，这个店家就值得推荐，因为有这样的店家才会让这个行业的发展更好。哦，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做 DIY 的目的是为了省钱，我觉得不会省到钱，而且你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好，如果说你不想要给别人修，想要自己 DIY 的原因，是因为你曾经车子被弄坏过那我觉得你换一个店家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的想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话，麻烦点个赞或分享给你的朋友。这样啦，我是 Billy， 我们下次见啦，拜拜。